1979年，宫崎骏加入东京电影新社，制作了第一部电影剧场版《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之城》。卡城制作精良，画面绝美，将浪漫与冒险完美的结合一处，是一部堪称人生必看的经典之作。只是受当时机械狂潮的影响，卡城的票房只有前作的一半，叫好不叫座。因票房失利，宫崎骏被分去东京电影新社的子公司，专注养成新人的 Telecom， 制作鲁邦的 TV 系列。在此期间，不惑之年的宫崎骏拿着厚厚的手稿，不断向高层推荐自己的企划。这里面有关于狼少女与少年战士的恩怨纠葛，有一座漂浮在天空城市的奇幻冒险，还有女孩与山神之间的温情守护。只是当时的日漫市场以科幻机甲为主流，宫崎骏的企划根本没有入高层的眼，而就是这些看起来与主流格格不入的企划，在不久的未来成为一部部经典。那是宫崎骏一生最迷茫的时刻，好在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就是铃木敏夫，后来吉卜力的社长。当时担任德间书店动画杂志编辑的铃木，因为要做一个怀旧动画专题，向高田勋和宫崎骏邀约采访。通过采访，三位对艺术均有独到见解的人成为朋友，他们的相遇注定了一个时代即将开启。因笃定宫崎骏的才华，加上80年代期间德间书店大力扶持动画创作，在铃木的牵头下，宫崎骏开始创作风之谷的纳乌西卡企划。只是企划虽好，但没有原稿作为基础，让德间书店顾虑重重，给予否决。那时德间书店流传这样一句箴言：书和电影虽然观看次序不做要求，但都是不可或缺的。此话无疑道出一个事实，当时能爆火的动漫电影，要么是知名动画系列的剧场版，要么就是有出色的原作支撑。铃木建议宫崎骏把原作搞出来，不仅可以打消德间书店的顾虑，也可以漫画动画双丰收。宫崎骏表示赞同，并立即付诸行动。1982年2月，漫画版《风之谷》开始连载。宫崎骏用其独到的艺术表现力和叙事张力，让《风之谷》很快累积了大量人气。在连载1年后，德间书店决定将该作动画化。社长德间康快找到宫崎骏，表示要为《风之谷》提供4亿日元的制作费及10个月的制作周期，项目交由他全权制作。接下来便是寻找制作公司，没想到东映动画和 TMS 等老牌大厂纷纷拒绝合作，理由也很直白，宫崎和高田做出来的一定是好作品，但公司会因高强度的工作而吃不消。正当一筹莫展之时， Topcraft 创办人原彻表示，他们公司愿意接下风之谷的重任，项目总算是步入正轨。因宫崎骏对动画制作的要求严格到极度苛刻的程度，每一幅插画，每一个镜头都要做到精益求精，这导致制作过程中人手经常不足，于是他公开招聘动画师。很快，一名23岁的青年带着试作前来应征，宫崎骏只看了一眼便立刻决定录用他，还把最难画、最重头的巨神兵绘制交给这个刚入行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就是未来的EVA之父安野秀明。凭借过人的才华，安野秀明让巨神兵登场一幕技惊四座，成为动画史上的经典。但对安野来说，他却认为这一幕非常失败。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自己，而是宫大师。原来宫崎骏要求安野用5张中间帧就足以彰显出巨神兵的姿态动作，但安野认为用7张效果会更好。只是初出茅庐的他没好意思说出这个建议，结果在检查成片的时候，安野想死的心都有了。在他眼中，巨神兵的动态完全可以更清晰、更连贯。从那之后，安野不再听宫崎骏的话，当然这只是他坚持自己，并非对功劳有意见。安野在多次访谈中都表达了对宫崎骏的深深敬意。宫崎骏是我动画制作和电影拍摄的引路人，我视他为我的老师，即便他不承认，这个事实也永远无法改变。如今二人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师徒关系，他们之间有竞争、差异、亲密与合作。但不管怎么说，风之谷让安野秀明声名鹊起。不过除了安野以外，还有一人在这次合作后的未来大放异彩。最初电影的配乐人选包括著名作曲家坂本龙一和细野晴臣，只是他们制作的配乐小样宫崎骏都不满意。他希望风之谷的配乐能契合其中的情节，体现人物性格，烘托出人物情绪的细微变化，从而让观影人沉浸其中。虽然电影制作让宫崎骏异常繁忙，但他还是坚持要找到自己想要的音乐。直到经人介绍，宫崎骏在一间由破烂酒吧改造而成的工作室里，见到了当时头发浓密的久石让。
那时候的久石让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音乐制作人，甚至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每周以70首的高产曲目来应对电视台巨大的配乐需求。久石让只用半天的时间，依照宫崎骏提供的大约10幅插画，便制作出《风之谷》的印象专辑。宫崎骏也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高山流水遇知音，他当即拍板，就用这个。只是宫崎骏放弃著名作曲家，用一个默默无闻的音乐人为自己的大作配乐，还是引起不小的担忧。而事实证明，当风之谷的纳乌西卡响起时，没有人再会质疑久石让的能力，观影者无不沉浸在声与画的完美契合中，流连忘返。从这部动画电影开始，宫崎骏和久石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合作，成就无数经典。风之谷一经上映，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是在艺术领域收获了无数赞誉。它以独特的世界观、深刻的主题以及精美的画面，为动画电影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成为后世无数动画创作者学习与借鉴的典范，推动了吉卜力这个后来业界独一档的动画工作室的诞生，奠定了宫崎骏作为动画大师不可取代的地位。只是电影版《风之谷》只呈现了整个故事的1/4，且对原作改动很大。漫画自1982年开始连载，但因《天空之城》、《龙猫》等动画制作的间歇中断，直到1994年才完结。漫画中的世界观构建更加宏大，剧情设定都要比电影复杂得多，更因篇幅的优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情感刻画细腻，铺垫完整，支撑了角色的心理动机与行为逻辑。所以陆小照接下来的这一个系列会以漫画为主，呈现完整的风之谷故事，并按照大时间线将所有设定、人物关系等一一罗列整理，深度解析那些放至今日依旧精彩的神之剧情。风之谷宇宙元年，工业文明在欧亚大陆西部边陲出现，并用几百年的时间扩展至全世界，造就了巨大的产业社会。1000年后，人类文明达到空前的高度，工业制造来到巅峰时期，生物工程更是予取予求。但由于常年对资源断子绝孙式的掠夺，对于自然环境过度的污染，导致大气层被破坏，有毒的大气、致命的紫外线和剧烈的温差，让各种新型疾病接连产生，人口大规模凋零。末日气氛笼罩下，全球发生动乱，各派宗教、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攻击，千年累积的文明急剧衰退。人类徒有先进的科技，但因地域、种族等差异，无法平息彼此之间的矛盾，所以计划创造一个具备完全中立思维的调停者。于是集合各国技术为一身，拥有自主思考、判断力以及超群破坏力的巨神兵被创造出来。巨神兵的本质是具有高度智能的人造生物，而不是单纯的机械。它拥有一套理性标准的判定系统，去调停裁定世界的争端，充当人类社会神之判官的角色。巨神兵以核聚变为动力，周身散发着致死量的核辐射，主要攻击手段是高能光束吐息和手中的光矛，加上超大的体型，单是物理破坏能力就非常强大。更可怕的是，巨神兵数量很多，共有上万台，所以人类必须留上一手，就是将他们的寿命设置为7天，在裁决任务完成后便会停止运作。神造好了，人类就欢欢喜喜地等待和平公正的新世界到来。但没想到的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可以用自己的逻辑标准进行判断的巨神兵做出的第一个裁决便是毁灭人类，因为在他们眼里，人类才是这个世界的毒瘤，造成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于是巨神兵对人类突然发起毁灭性的镇压，意图摧毁有关人类的一切。一时间，人类世界化为一片火海，面对成千上万且破坏力惊人的巨神兵大军，人类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好在因寿命限制，屠戮只持续了7天，这场浩劫也称为火之7日。圣经中，上帝用7天创造人类，而风之谷的巨神兵则用7天烧毁人类文明。火之7日后，大地一片焦土，巨神兵纷纷倒下，到处都是浓烈的辐射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即便还有残存的人类，他们也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活下去。这些人，我们后文暂称为古人类。在意识到自身注定灭绝的命运后，古人类启动了一个长达1000年的复活计划。他们先是建造了一座陵墓，并创造了一位名为进化之神的超级 AI， 守护在陵墓中。这位新神记载一切科技与知识，拥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和完全独立的自我意识。
同时，古人类在距离陵墓几十公里外又建造了一座庭院，作为陵墓的贮藏库，并由另一名超级 AI 牧羊人守护。庭院里保存着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文学、艺术、已经灭绝的物种等其他一切文明成果。以上大费周章只是复活计划的物质基础，古人类还设计了2种改造人，一种是与自身相似，但身体的抵抗力更强，可以在污染的环境中生存，也就是风之谷的故事中，包括纳乌西卡、森林人、驯虫师、多鲁美奇亚人、土鬼人等腐海世界的所有人口，我们就称他们为腐海人。另一种是新人类，只能在原本的正常环境中生存，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新人类被去掉了很多人类原有的缺陷，比如暴力和争夺，所以新人类更加温和，不喜斗争。新人类以胚胎的形式储存在陵墓的深处，等待时机重见天日，代替旧世界的人类行使星球的主权。那么如何才能让新人类重见天日呢？为此，古人类设计了一整套全新的生态系统，用于净化污染的地球。这套生态系统由腐海和虫群2大部分组成。腐海就是真菌形成的森林，为什么称为腐海？是因为它如海潮般席卷整个大陆。腐海会散发有毒的瘴气，导致只有特定物种才能在其中生存。真菌是复活计划的关键，它们是被设计出来的，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大型真菌，可以高达几十甚至上百米。真菌不仅不受辐射影响，还会吸附污染物，将其转化为无害的化合物。随着转化，真菌树木的根部会逐渐沙化，300年后形成无毒的沙粒，并在树木的根部形成大型空洞。届时，洞内的瘴气会完全消散，而随着真菌的生长，下层的空洞也越来越大，并向上层扩展，直到最后真菌整体沙化而死，空洞和地表接通，所有污染消失，进化完成。这一过程需要1000年才能完成，1000年也就成了腐海的寿命，也是新人类重见天日的实现。不过，依靠真菌的自然生长扩张有些被动，很难做到全球覆盖无死角，所以以王虫为代表的虫群就被需要了。虫群是与腐海生态体系共生的各种巨型虫类生物，它们也是古人类为复活计划所专门设计制造的。虫群通过传播菌类孢子，维护菌丝网络，促进腐海的扩张，并以此为食。虫死后，尸体则成为菌类生长的养料，形成死亡、养料、生长的循环。虫群在腐海以外的世界也可以生存，但生命活性会下降。虫群主要由王虫、大王蜻蜓、赤虫、蛇蝼蛄等组成，可以远距离交流传递讯息，极为团结。王虫是百虫之首，腐海生态系统顶端的存在，具有思想和高等智慧。作为守护者，王虫可以感知、调节、平衡腐海。它因巨大的体型，一般居住于水下，以便利用浮力，安静时较少活动。王虫群落规模庞大，达到上万只，遵从个体及群体、群体及个体的生理机制。它们会不断向宽广的陆地扩张，将真菌孢子传播到此。孢子着床后会快速生长出菌丝，菌丝继而发育出根部，然后发芽生长，形成新的腐海。按说有腐海和王虫相互协作，进化任务基本实现了自动化。那为何古人类还要改造出腐海人呢？第一，间接扩大腐海。为什么说间接？我们稍后详述。面对生存空间的不断压缩，腐海人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试图用各种方法去摧毁腐海，破坏其生态系统。再加上大规模战争对本就糟糕的环境继续破坏，更是让虫群不堪其扰。于是，在某个极限的时刻，成千上万的王虫群会朝着腐海人所在的方向前进，眼中平静的蓝色变为愤怒的鲜红，冲毁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作为报复。王虫狂奔起来就无法停止，会一直奔跑到力竭而亡。王虫大规模席卷陆地的情形也被称为大海啸。大海啸势头迅猛，可以顷刻间毁掉一个王国，灭了一个族群。而大海啸的过程，也是王虫将菌类孢子带到新的土壤上发芽生根的过程，可有效扩大腐海的领域。从火之7日后到故事开始前，大海啸一共发生过3次。最后一次大海啸由艾弗达鲁王国的内战以及大规模屠杀王虫等事件引发。现在说说为什么是间接，因为腐海和王虫都是古人类所造，并且植入了既定的进化程序，所以不管腐海人干预与否，每隔一定时期就会有大批王虫冲出腐海，以自身为营养，让真菌生长，实现腐海的扩张。但如果腐海人干预，会提前大海啸或增加大海啸的发生。总之是殊途同归。
第二，陵墓需要有人维护。古人类视陵墓为复活计划的根本，不能在漫长的岁月中腐坏失修，因此他们需要维持一定规模的腐海人文明，从中选拔技术人员。净化之神不仅会从腐海人中选出奴仆，在内部做日常维护工作，而且还会泄露一定的古代科技，换取腐海人的合作。为了避免腐海人文明发展过高，达到弄清真相、反客为主的目的，净化之神还会引导一个天选之人作为圣王，让他带着陵墓里的部分科技，在外建功立业，大展宏图，并随着野心的膨胀到处发动战争，让腐海人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待到净化工作完成后，生态环境恢复如初，只能生活在污染环境的腐海人会被自然淘汰，新人类自动上位。所以说，腐海人就是给古人类看坟的炮灰。这个惊天的阴谋，腐海人自然是无法知晓。如今复活计划已经来到后期，虫群与腐海相互合作，将他们的生存环境逐渐压缩。更糟糕的是，随着腐海的扩大，瘴气愈发浓烈，即便是腐海以外的区域也会被污染到，这导致腐海人的出生率严重下降，还会不可避免地患上硬化病，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而世界仅存的两大国家多鲁美奇亚王国和土鬼诸侯国，却还要在这末世气氛浓烈的情况下大动干戈。多鲁美奇亚位于东北半岛，北临沿海，西面为腐海，南面为内海。王都特拉斯，一些小国如培吉特氏和风之谷为其同盟附庸国，只是虽为同盟，实则要听其号令。多鲁美奇亚的国旗是两条相互纠缠、亮出獠牙的蛇，他的王室亲族也正如国旗寓意一样，为了王位手足相残。最高统治者名为巫王，下面是3位皇子和1位公主。大皇子与二皇子是一对胖乎乎的双胞胎，二人对权力和战争并不如其父亲那般痴迷。三皇子因为行事作风最接近巫王，所以被委以重任。四公主名为库夏娜，全书的第2女主。多鲁美奇亚空军的主要战机是驱前舰，或称战斗艇，材料为陶瓷，因为在火之7日后，建筑物都被融化为陶瓷化的废墟。从此以后，不止多鲁美奇亚的飞机，其他好一些的大小军工也多由陶瓷制成。士兵的装甲具有西方中世纪的风格，近战武器是陶瓷制宽头剑，并装备步枪、重炮。土鬼诸侯国位于东南大陆，东为内海，西临腐海，东北部与多鲁美奇亚接壤，以首都修瓦为中心，管辖7个大侯国、20几个小侯国，民族众多。士兵为日本武士的装束，以长牦牛以及木质浮动炮台作为载具，百姓则是中亚穆斯林的穿搭风格。战时妇女会以自杀袭击的方式与敌军同归于尽。土鬼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最高统治者为神圣皇帝，通过僧人组成的僧会实施管理统治，各部族族长由掌教僧官担任。如今神圣皇帝去世，由其二儿子皇帝接班。没错，就是这个帝，因为他还有个皇兄。土里土气的土鬼人起名就是这么朴实。为了争夺未被腐海占据的土地和资源，多鲁美奇亚对土鬼诸侯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按照盟约，风之谷必须派人驾驶仅存的1艘炮艇加入多鲁美奇亚阵营。风之谷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曾隶属腐海边陲的艾弗达鲁王国。在后者灭亡后，它与周边的各小国部族沦为多鲁美奇亚的附庸国。风之谷位于一处面向大海的梯形山谷中，因海风吹拂，真菌孢子被隔绝在山谷之外，让这里成为难得的世外桃源。宫崎骏认为，风之谷若在现实世界中，应位于中亚的干燥地带。巴基斯坦的汉萨山谷被认为是最接近风之谷的圆形地带，现实中就有很多人称它为风之谷。而整个风之谷世界的地理原型也是来自中亚，具体位置是拥有里海和咸海的假沿海国地区。风之谷人口约500人，实行以能力为核心的部落制，成员根据技能与贡献分配职责，例如擅长农牧者主导生产，领导者统筹全局。因以能力为核心，所以能力出众还身为御风使的基尔被推选为族长。他的女儿纳乌西卡也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和御风使的身份，成为了下一任族长。再后来，小女孩迪帕也是因相同的原因，会在今后接替纳乌西卡。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若有战争发生，需由族里最有威望的人带领他人参战，这个领导者一般来说就是族长。只是目前基尔年迈病重，所以纳乌西卡不得不替父从军。故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
这天，纳乌西卡为了调查福海的秘密，来到森林中收取样本。纳乌西卡16岁，是基尔的第11个孩子，也是唯一一位幸存下来的。他拥有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在漫画中也被称为念力，可以与王虫建立沟通的桥梁。纳乌西卡勇敢坚毅，热爱自然和一切生命。他在土鬼马尼族的古老传说中被称为蓝衣人，是将人们引向新世界的引路人。然而，在土鬼神圣皇帝的传说中，蓝衣人却是会毁灭世界的黑暗之子。事实上，这2个传说都是对的，因为顺应天道自然的纳乌西卡始终认为，光明与黑暗、清净与浑浊才是生命的本质。纳乌西卡的创作灵感受希腊史诗《奥德赛》中同名公主和日本平安时代故事集《低中纳言物语》中的爱虫姬君的启发。前者曾救回奥德修斯，照顾他的伤势，但纳乌西卡的父亲担心女儿会爱上奥德修斯，因此催促他上船回航。至此，纳乌西卡终生不嫁，游历各地传颂奥德修斯的事迹，成为首位女吟游诗人。而后者讲述了一位热爱昆虫和自然、不受传统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宫崎骏赋予风之谷的纳乌西卡以前者的勇气和浪漫，以及爱虫公主的气质和爱心。纳乌西卡一直以来都是动漫高人气女主之一，她不仅样貌出众，还身兼科学家、战士、领导者以及救世主等多重身份。面对生命的凋零，纳乌西卡会像黛玉葬花那样流下真诚的泪水，而面对危难，她又可以驾驶滑翔翼驰骋天际，持宝剑冲锋陷阵。不过，又美又飒的纳乌西卡却也给一些人带来过误会，那就是她为什么不穿长裤就在天上飞？纳乌西卡当然是穿长裤的，在外出执行任务时，他会头戴飞行帽，穿着蓝色毛料上衣和米黄色的紧身长裤，即便是常服，他也穿着米黄色的裤子。而宫崎骏最初设计原稿时，也是希望纳乌西卡可以露出秀美的双腿，只是考虑到他经常进出充满真菌瘴气的福海，应该尽可能遮挡肢体，所以就给他加了条紧身裤。这时，纳乌西卡发现了一个王虫的蜕壳，并用陶瓷刀取下硬化的眼膜，打算带回去做炮艇的顶盖。大片孢子落下，纳乌西卡用眼膜当作雨伞。画面虽美，但没有防护措施的人类暴露在孢子中不到5分钟，就会肺部溃烂死去。这时，王虫的心声传入念力强大的纳乌西卡脑中，语气满是钻心的愤怒：被杀了，杀了他，杀死那家伙。意识到有人正遭受王虫的攻击，纳乌西卡驾乘滑翔翼离开森林寻找声音的来源。滑翔翼内装有小型喷射引擎，用于加速离开地面。此外，都是利用风力滑翔，驾驶难度极高，只有一流的御风使才能胜任。滑翔翼产自300年前擅长制造飞行器的艾弗达鲁，该国灭亡后，这架滑翔翼也就成了绝版的珍稀物品。不得不说，艾弗达鲁的产品质量是相当好，一机传个4、5代毫无压力。纳乌西卡飞出森林，只见一只巨大的王虫在攻击一个商人模样的人类。同样守卫森林的卫兵大王蜻蜓也一同追赶。王虫的眼睛是红色的，说明他非常愤怒。纳乌西卡又是爆弹又是虫敌，还一直用念力劝王虫回去，因为他身上都是孢子，会造成不必要的污染。看在纳乌西卡的面子上，王虫一声号令，带大王蜻蜓群返回森林。纳乌西卡之所以可以劝说王虫，是因为他们双方存在着深刻的心灵沟通与情感共鸣。纳乌西卡多次深入福海观察王虫，发现它们并非单纯的攻击性生物，而是因环境恶化才表现出防御姿态。他通过非暴力沟通方式化解危机，例如用聊天代替对抗，逐步建立信任。这种互动模式让王虫逐渐将他视为伙伴而非威胁，最终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加上小时候的纳乌西卡曾偷偷救助过一只小王虫，更加与王虫群体建立了深厚的关系。王虫离开后，纳乌西卡发现被追赶的人是自己曾经的剑术老师，人称福海第一剑客的尤巴大师。尤巴四处探索，也是为了弄清楚福海的秘密。王虫之所以追他，是因为他看见一只大王蜻蜓抓着一只胡松鼠，他以为是个小孩，就开了枪，结果救下胡松鼠，却惹怒了王虫。胡松鼠性情凶猛，但纳乌西卡用爱和包容感化了他，使其成为自己忠诚的伙伴，起名为迪多。基本上所有生命都与纳乌西卡非常亲近，自然也包括尤巴的坐骑、鸟马、古伊和卡伊。他们很早就认识了纳乌西卡，对他的忠诚如同对主人尤巴。
纳乌西卡告诉尤巴，他明天就要代替父亲去加入那场愚蠢的战争。尤巴很气愤，怎么能让一个花季少女去那残酷的战场？但纳乌西卡表示，身为下一任族长，他势必要亲自执行军事任务。风之谷的气氛欢乐，但很快尤巴就聊到伤心的话题。每回来访，人数总是年年减少。这说明风之谷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即便有海风阻挡孢子，却还是不能确保万无一失。并且纳乌西卡就要上战场，驾驶风之谷唯一一架至今100年、引擎技术早就失传的炮艇。别看炮艇又老又少，但正如基尔所说，像我们这种不满500人的小国，能保得住自治权，全是靠我们有艘炮艇。而这艘珍贵的炮艇，只有身兼御风使的族长才有资格驾驶，这一点也被写到与多鲁美奇亚的盟约中。第二天，纳乌西卡调试炮艇时，看到一艘巨大的商船遭到地虫攻击，随即坠毁。纳乌西卡立即前去查看，在残骸中，他发现只有1名少女还一息尚存。少女是培吉特市的公主，名为拉斯戴尔。她用尽全力将一颗密石交给纳乌西卡。风之谷的朋友，这个请交给家兄，千万不能让巫王得手。原来昨天培吉特遭到多鲁美奇亚的进攻，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只有公主和少数女性侥幸逃脱。可她们为了躲避敌船追击，驶入福海，又被昆虫袭击，这让纳乌西卡震惊。因为培吉特与多鲁美奇亚自古便缔结盟约。他不知道的是，不久前培吉特出土了一个巨神兵胚胎。得知消息后，库夏娜立即率队前去夺取，并为了保密将培吉特付之一炬。不过关键的密石被拉斯戴尔带走，而他的哥哥在哪儿？少女还没来得及开口，便悲惨地离世了。纳乌西卡埋葬了拉斯戴尔，然后回去风之谷，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不久之后，多鲁美奇亚的追兵来到，为首的是多鲁美奇亚的装甲驱前舰库夏娜的旗舰。库夏娜下令让驯虫师通过尸虫对现场进行勘验，即便是自己雇佣的队伍，但四公主还是毫不保留地表达对驯虫师的鄙视。好与死尸为伍、令人作呕的家伙们，士兵们都在抱怨这傲视一方的亲卫队飞船受到他们的玷污。驯虫师是当年把艾弗达鲁玩死的武器商人的后代。大海啸后，他们开始在福海周围生活，慢慢演化为驯虫师一族，一生与虫为伍，故身发恶臭。虽然用虫作为搜索和侦察工具，但也因为很爱护虫，所以福海允许他们在此生存。勘验现场后，驯虫师得出结论，有人带着密石去了附近的风之谷。风之谷，纳乌西卡飞跑进基尔的房间。不好了，培吉特被……还没等纳乌西卡说完，便遭到父亲的严厉批评。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身为族长，怎么可以如此惊慌失措呢？基尔要求女儿作为下一任族长，至少要处变不惊，情绪稳定。纳乌西卡平复情绪，然后说出实情。听闻基尔大惊，什么？基尔不理解，培吉特是个和平的工业都市，又是多鲁美奇亚的盟友，为何巫王会痛下杀手？尤巴认为密石就是这场事件的关键。说话间，多鲁美奇亚的战舰追杀而来。基尔对纳乌西卡说，处理好这次事件就是他成为族长前的考验。库夏娜的军队非常蛮横，不接受安检，把可能携带的孢子传入风之谷。在见到驯虫师后，纳乌西卡意识到事情不一般。驯虫师，亲卫队居然雇佣驯虫师，不小心应对的话，搞不好就会变成下一个培吉特师。纳乌西卡想的没错，一个500人不到的小山谷，若与超级大国处理不好外交关系，分分钟被灭。眼见族人群情激愤，纳乌西卡意识到这件事必须要冷静处理。然后他就驾驶滑翔翼冲向对方，杀伤多名驯虫师，再横刀立马在库夏娜面前强硬地表示不准越过这舰一步，马上离开。见风之谷的代言人如此冷静，库夏娜也打算先礼后兵。我们是奉伟大巫王之命来追捕培吉特的叛徒，驯虫师已经以特种部队的身份正式编入我军阵容，我们必须搜索这山谷。我拒绝。双方剑拔弩张，都不退后。在发现对方竟然为了得到密石挖了拉斯戴尔的坟后，纳乌西卡怒不可遏地向对方冲去，单挑杀死1名重甲士兵。见徒弟如此冲动，尤巴立即前来解围。他左右斡旋，以自古缔结的盟约为由，提醒大家冲动是魔鬼。库夏娜觉得尤巴言之有理，他摘下头盔，露出与外形反差的秀美容颜。
动画版的库夏娜基本是个反派，但漫画里她的内心戏很多，是个复杂的人。更关键的是，她完全不是作为反派而出现，只是初始位置和境遇不得不站在错误的立场，因自身的处境和命运的洪流不得不强硬而已。库夏娜并不热衷于战争，几乎所有人都站在她的对立面。25岁的她依然带着少数忠于自己的士兵，周旋于如狼似虎的哥哥和父王之间。巫王家族以缠斗双蛇为图腾，想要在毒蛇的巢穴里生存，库夏娜也要变成毒蛇，她也必然要以雷霆手段来解决横在她面前的所有问题。库夏娜的人气随漫画剧情一路高涨，获得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可，成长度甚至更高于纳乌西卡。因看中纳乌西卡的实力而爱才，以及对福海一代传奇尤巴的尊敬，库夏娜为驯虫师的鲁莽道歉，然后率队返回变成一片废墟的培吉特休整。因战争已经开始，疑心病重的巫王派参谋克罗托瓦假意辅佐库夏娜，实则是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巫王性格残暴自负，掌握着国家核心权力，对一切有可能威胁自己王权的人都会采取强硬手段，哪怕是自己的女儿。不过能力出众一些，没有任何证据要抢班夺权，巫王也会千方百计地置其于死地。他曾用毒酒谋害库夏娜，结果王后替女儿挡下这杯酒，导致精神失常。虎毒不食子，巫王为什么对库夏娜如此心狠呢？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库夏娜的亲生父亲。几十年前，非皇室正统的巫王通过攀附库夏娜母亲才得以坐上王位。至于先皇如何，漫画里没有提及，但巫王以及他的3个儿子并非皇家血统这一事实确有佐证。请公主务必小心，因为殿下你是唯一继承先皇血脉的皇嗣，有太多人想夺取你的性命了。而从巫王和其3子的长相与库夏娜母女来对比，也能看出他们根本就是外姓旁人。这也是为何巫王始终打压库夏娜，对3位皇子加倍培养，赠予大权，希望让自己一脉成为王室的正统。但库夏娜知道，只有他才是多鲁美奇亚王室的真正继承人，于是他隐忍不发，暗中发展，却因能力过强，让巫王忌惮不已。母亲被除掉后，库夏娜成为多鲁美奇亚唯一血统纯正的王室成员。没有人知道，在这之后，他又躲过了多少次谋害。在巫王眼中，继承王位的最佳人选就是同样野心勃勃的3皇子，他也是库夏娜最大的威胁。为保3皇子，巫王派奸细来监督库夏娜的动向。克罗托瓦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任细作了，他的目的和身份，库夏娜都心知肚明。自信的库夏娜没有戳穿对方，而是将计就计，陪他演戏。克罗托瓦带来了前线的最新消息：3皇子殿下所率领的军队主力由海上突袭土鬼诸侯国的根据地，土鬼已有7小国降服，俘虏超过10000人。王都因战果非凡，到处充斥赞颂3皇子的歌声。库夏娜知道巫王把立功的机会都给了偏爱的3皇子，他先是让库夏娜部队南进福海，远离主战场，再强行把库夏娜辛苦经营的第3军主力编入3皇子的第2军中。如今库夏娜的部队只有300余人，不过他一点也不慌。一来自己的手下忠心无比，且个个骁勇善战，以一敌十，再加上自己果决的判断和出众的能力，使得这支小股部队全然不惧任何威胁。除监视库夏娜之外，克罗托瓦也有自己的私心。他悄悄进入培吉特的无底坑洞，见到了传说中的巨神兵。若能随心所欲控制这怪物的话，帝王之位指日可待。所以说，克罗托瓦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任何人效劳，而是自己当王。不过这也是被逼的。如果他按照巫王的命令完成任务，找到库夏娜的把柄，帮助巫王将其铲除，那知晓如此秘密的他一定会被灭口。所以完成任务是死，身份暴露也是死，倒不如放手一搏。如是想着，克罗托瓦将库夏娜派来的杀手轻松解决，如此意识和身手也让库夏娜稍微对他高看一眼。风之谷，纳乌西卡出发在即，他故意挑选包括米特在内的5名年长士兵作为随从，而不是年轻人。因风之谷人口年年减少，他要把年轻的希望留在谷中。纳乌西卡还剪了短发，表明他坚定了决心，但青丝剪却还有一层寓意，那就是告别过去的生活。纳乌西卡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去便要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临行前，纳乌西卡来到自己的秘密实验室，他从福海收集孢子，在这里培育，发现只要生长在干净的水和空气中，这些孢子也能长成美丽而无毒的植物。这说明受到污染的是空气，并不是植物。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尤巴。尤巴内心复杂，他大半辈子都在研究福海的秘密，想不到自己的徒弟早已接近了真相。事实也是如此，纳乌西卡已经知晓了福海秘密的关键部分，为他日后洞察世界的真相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巴在纳乌西卡的实验室得到启发，意识到福海似乎拥有某种进化功能。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他向基尔请辞，决定前往福海深处一探。黎明，纳乌西卡一行人出发，沿途散居在福海周围的各部族征召军人也同时飞向集合地点。会合之后，库夏纳当即下令南进福海。当联军刚刚来到福海上空，他们便遭遇不明飞行器的突袭，一艘大型运输舰瞬间爆炸燃烧。来袭者为拉斯戴尔的哥哥阿斯贝鲁，他驾驶着一架从战火中逃出的单人炮艇，发誓要为培吉特报仇。这艘培吉特的炮艇虽然比风之谷的炮艇还小，但更为机动迅捷，加上阿斯贝鲁出色的飞行技术和心中燃烧的怒火，又有2艘战舰被其击毁。不仅如此，阿斯贝鲁还斩断了风之谷炮艇的牵引绳，导致驳艇失去动力，只能迫降。空战场面非常惨烈，巨大的飞行器空中解体坠落，还活着的人从天而降，里面还有大量跟随的幼童。年幼的他们恐惧地相拥在一起，画面让纳乌西卡心碎不已。他通过念力恳求阿斯贝鲁不要再杀了，阿斯贝鲁一晃神就被击中，也只好选择迫降。大军遭受重创，克罗托瓦建议撤回休整，但库夏纳坚定地表示，按照原计划继续南进福海。库夏纳虽然看起来冷酷固执，但内心还是对士兵的阵亡痛心疾首，也流下了不易被人察觉的泪水。纳乌西卡等人迫降在福海里的一处湖泊上，殊不知这里是一处王虫的巢穴。当巨大的王虫从湖底现身后，众人吓得魂飞魄散。但因纳乌西卡特殊的身份，他们在这里受到了礼遇。可杀红眼的阿斯贝鲁就没有这么走运了，也迫降在这附近的他，毫无意外与这里的虫子打了起来。他左射右砍，杀虫无数，赤虫立即向大哥王虫汇报，后者红着眼就朝阿斯贝鲁冲来。纳乌西卡意识到有人遭遇危险，立即取出滑翔翼前往观察，在阿斯贝鲁陷入绝境时将其救出。纳乌西卡表示，我的口袋里有虫笛，你帮我拿出来。然后阿斯贝鲁就掏出了密石，来不及思考，因飞行器只能承受1个人的重量，导致阿斯贝鲁掉落。纳乌西卡第2次为了救他，撞到赤虫，掉落到福海深处的洞穴，面罩脱落，好在被王虫接住。阿斯贝鲁立即把自己的面罩给纳乌西卡戴上。王虫通过念力告诉阿斯贝鲁，小女孩拜托我们不要杀你，所以我们不杀你，你走吧，侵略者。王虫又对昏迷的纳乌西卡说，此座森林已经不需要我们了，遥远南方的森林正在求救，我们必须前去。再会了，小女孩。说完，王虫离开。阿斯贝鲁也惊奇地发现，这空洞里完全没有瘴气，不用呼吸面罩也能生存。纳乌西卡醒来后，发现自己平安无事。阿斯贝鲁感谢他救命之恩，随后在聊天中了解到拉斯戴尔将密石交给纳乌西卡的始末，密石也物归原主。夜晚，一切安静下来。纳乌西卡想起王虫对他说的话，这座森林已不需要我们了。他得出结论，福海本身一定是为了净化这个世界才产生的。从太古文明所污染的大地中汲取污秽，经过树干而形成无害的结晶，然后死亡化为细沙。所以他们所在的福海底部洞穴便是如此形成的。这里空气清新，没有瘴气，而污染源就是人类。至此，纳乌西卡已经知晓了福海存在的意义。休整一夜，是时候离开这里了。但阿斯贝鲁很有风度的让纳乌西卡自己走，他知道飞行器无法带走2个人。纳乌西卡脱去厚重的盔甲，并告诉他，我可是御风使的女儿，让我驾驭福海的风给你见识吧。
只是心情才愉悦了一会儿，他们便遭遇土鬼的木质浮动炮台。面对土鬼士兵的进攻，二人毫不含糊开始反击。眼看寡不敌众，好在这支土鬼部队的最高领导掌教大人，也称上人来到现场。他虽双目失明，却念力强大。你并不是多鲁美奇亚人，对我们也没有任何敌意。虽然像王虫般燃烧着怒意，但那是因为你出身高贵种族的缘故。请你原谅族人的无礼，做我们的贵宾吧。既然对方递出橄榄枝，那乌西卡也很有风度的冰释前嫌。他被少女贵家带到只有妇女儿童的舱室休息。原来这支部队来自马尼族，他们也是无奈地被卷入这场战争。名为贵家的少女工作是服侍上人，她看起来温淑端庄，但性格强硬，很多时候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乌西卡在这里受到很好的照顾，还送给她一身体面的马尼族服饰。贵家也认可她刚强不屈的个性。再说库夏纳这边，大军在酸湖附近休整，米特向库夏纳请辞，要去寻找自己的公主。结果米特前脚刚走，营地就遭到土鬼地面部队的偷袭。与此同时，纳乌西卡得知土鬼大军要袭击库夏纳营地的消息，开战前便已知道库夏纳将率军南下福海。这情报来自于多鲁美奇亚王族的人。原来为了除掉库夏纳，三皇子早已将库夏纳的军事动向告密给土鬼。如今土鬼大军已对库夏纳部成包夹之势，四公主对此一无所知。阿斯贝鲁表示，库夏纳军中有大量各部族的无辜人们，他们都是被强行征集的，与土鬼无冤无仇。他想试试说服那些部族，看能不能和平解决。纳乌西卡对此十分赞同，愿意代替他去游说。结果正待上人思忖之际，米特驾驶炮艇前来，但因无法确定是敌是友，他毫无意外地遭到攻击，并选择回击。眼看这场战斗就要毁掉他们刚建立的信任，纳乌西卡当机立断，和阿斯贝鲁一起劫持控制了上人，然后纳乌西卡一个人跳上米特的炮艇离开，去往库夏纳营地进行游说。随即阿斯贝鲁识趣地放下枪，却也免不了一顿毒打。好在上人心地善良，表示出气就可以，千万别打死。他还给对自己无礼的纳乌西卡高度的评价，真是好孩子，有内涵，混合了慈爱与勇猛。回营的路上，纳乌西卡看见下方有大量的王虫正朝着库夏纳的营地冲去。王虫群不远的前方，一艘土鬼的飞狐正吊着一只小王虫作为诱饵。纳乌西卡意识到这是土鬼不择手段的作战计划，库夏纳即将大难临头。他让米特去通知库夏纳，自己驾驶滑翔翼去解救小王虫。一番周折后，纳乌西卡总算让飞狐坠落在酸湖中的一座沙洲小岛上。好在小王虫还活着，只是周身被巨大的钉子固定，这些钉子都巧妙地避开了要害，可以让小王虫痛苦地残喘1个月。面对小王虫所承受的剧烈的痛苦，纳乌西卡无能为力，只能心疼地痛哭。库夏纳的营地，背着炸弹的土鬼敢死队疯狂进攻，是要阻止库夏纳军队飞离地面。库夏纳意识到这里肯定有诈，于是亲率士兵将土鬼军击退。只是撤退也在土鬼军的计划之中，他们有序地退入王虫壳制成的活动碉堡内，等着好戏登场。就在库夏纳察觉不对之时，米特前来报信，说王虫大军即将来袭。半信半疑间，王虫大军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杀过来。千钧一发之际，克罗托瓦抢下一艘飞船，救下即将被王虫踏平的库夏纳，飞离地面。前文说过，库夏纳一死，克罗托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再者，他对美貌的库夏纳也有着不切实际的征服欲望。库夏纳虽然得救，但除了他和机组人员之外，全军覆没。他想了解土鬼是如何操控王虫，于是下令飞船跟随王虫大军，并割断长发丢在狼藉的战场，纪念阵亡的士兵。库夏纳的举动并非作秀，他对于手下子民的体恤仁爱完全不输给纳乌西卡，这就是为何他的士兵都效忠于他。踏平库夏纳营地的王虫群聚集在湖边，给小王虫传递信息，让他回去森林。小王虫不顾一切试图穿越酸湖，只是受伤的他这样必死无疑。而大王虫也如失去心智一般，纷纷进入酸湖前去接应。眼看王虫们就要被强酸烧死，纳乌西卡请求他们回去森林，这里交给自己。
与此同时，土鬼的马尼族大军正前来收网，但上人感知到纳乌西卡与王虫的对话，意识到这太不寻常，于是下令全军待命，自己乘飞狐前往调查。时间紧迫，纳乌西卡驾驶滑翔翼直接滑进库夏纳的船舱，表示他要用这艘飞船送小王虫回去森林。你没问题吧？我的部下们因王虫而死，让这些虫受苦不是很好吗？而且你穿着土鬼的服饰，足见是你将营地所在向他们告密的吧？纳乌西卡给出解释，告密者出自你们王室，而不是我，并以说出觅食位置为交换条件。务实的库夏纳表示同意，然后下令救助重伤的小王虫。在纳乌西卡的指挥下，小王虫终于得救了。为了表示感谢，王虫们释放出触手，将纳乌西卡托举，投桃报李为他疗伤。纳乌西卡的衣服因浸在王虫的血中变成蓝色，无数触角如同金色的草海随风摇曳，他被托举着，宛如走在黄昏的草原上，圣洁美好。上人被眼前的画面震惊，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奇人身穿蓝衣降临于金色原野吗？纳乌西卡试图问王虫，他们为什么要去南方的森林？这次王虫没有回答，只是宿命般的离开。随后，在纳乌西卡的要求下，所有其他部族的军士都被遣散，包括米特等随从。纳乌西卡则留在库夏纳身边，继续军事任务。他告诉库夏纳，密什在阿斯贝鲁手中，那人在土鬼的飞船里。之所以纳乌西卡要继续南下福海，是想弄清楚土鬼为何能抓到小王虫。就我所知，想要捕捉拖过12次壳的小王虫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相信在某个地方一定正在酝酿着出人意料的恐怖事件。